龙王爷开恩啊！再不下雨，全村就活不下去了。早就空了，3天前就空了。爹坠崖，娘被黑衣人架走，小安磕破头，小安偷跑了，祖母也走了，老宅里就剩我一个人。咱家祖上8辈儿都是侍弄庄稼的，实在活不下去了，就去老槐树下坐坐。祖母，我来了。往东30丈，地下有暗河，我的根须都喝了100年了。你在跟我说话？你终于能听掉了，跟你祖母一样。水，地下有水！老槐树说的，往东30丈就有暗河。小蜜，你疯了？说什么胡话呢？我没疯，你跪了这么多天，膝盖磕烂，香烧完了。雨呢？雨在哪儿？往东30丈，没水。我那3亩水田分给全村。跟他祖母一样，神神叨叨的。要是挖出水了呢？以后我种的菜1斤比市价贵3文，爱买不买。让他试，挖不出水，我白帮他干1年活。干1年就不必了，到时候帮我挑水浇菜，工钱照算。好，就30丈。明天一早带上锄头。我叫苏小蜜，能听懂所有植物说话。白菜嫌土瘦，水稻嫌土凉，桃树求我把枯枝锯了，它好明年开花。我听他们的，种什么活什么。从3文钱1斤的白菜到50文1斤的蜜桃，我种的东西没一样不卖断货。贵妃尝了我的桃酱，问这丫头是谁？皇帝看着我的脸说像。后来我知道了，他说的像，是他的初恋，我娘。水是甜的，这水是甜的。小蜜，你救了全村人的命，这口井往后就叫小蜜井。往后你种菜，村里谁家有闲的劳动力都来帮你搭下把手。这井是你挖的，这地是你救的，我们不能让你一个人扛。我帮你挑水。挑水就不必了，等我把菜种出来，1斤比市价贵3文，你们多买几斤就行。得种娘救命的。闷死了，憋了3年了，不过气。阿福，你也跟我说句话呗。放到肉那个黑罐子里以前有肉，现在怎么没了？植物能听懂，活物听不懂，这能力挑3拣4，罢了。水给你了，帮我把这片山谷重新种满吧。好，土有灵，根有雨，心静者能闻。你在写什么？记账。6月19大旱，老槐树开止水源，往东30正得泉。他说把山谷种更仔细，种完了，我就能攒个够盘钱去京城找娘，再把那傻子小安逮回来揍一顿。我已派人去那个山谷了，20年了，有些事该有个了结。早呀，今天天气真好。哎呀，急死我了！那个谁往旁边挪。别吵，再让我睡会儿。我要长高，怎么还着买？土太了，我拱不动。自言自语啥呢？跟鬼说话啊！土太硬了，我拱不动。我种了40年地，告诉你，这白菜娇贵着呢，水多了淹死，水少了旱死。你那套哄树的花架子不好使，让你挤，这就对了嘛，宽敞多了。翠翠，拿刀，割多少？全割了。那是种子啊，留着还能结籽儿，割就没了。你疯了？留着干嘛？来吧，用力割，我不怕。我明影割了还能长。败家，真败家，那是明年的种子，你要干嘛？白菜怎么卖？3文钱1颗，这么贵？别家才1文，你抢钱啊？别家白菜帮子大，叶子黄，口感像嚼木头。我这是双打过的，甜脆，不好吃，退钱。小蜜，你发了。这是你帮我挑水的工钱。还能长？能，1个月后又是一茬。赵叔，你还吃锄头不？那土豆和花生啥时候种？等稻子抽撒。土豆那家伙闷得很，得单独挖个坑。不过肥不够了。
对，肥不够，我们吃的不好，长得也慢。丫头，我听老槐树说，南山上有种黑石头，磨成粉撒土里，比草木灰还厉害。对，还有种鸟粪，金黄金黄的，那是天上的肥。可惜我们够不着。南山有兽，其粪为金。快走！别踩我根儿！看什么看？没见过菜。见过，没听过你这么多话的。别碰！我好不容易才从石头底下钻出来的。你旁边这是什么？我怎么知道？你挖它干嘛？又不能吃。不是给你的，我菜园里缺盐。石硝，补钾粉。祖母在书上画过。山金粉，这是矿化积累的东西，1把抵10把草木灰，补磷肥。白菜包心靠的就是磷。没事了。找着了。这是鸟粪，虽然矿化了，也别往嘴里送。有用？有没有用？过几天就知道了。这个好吃，哪个好吃？那个黑乎的粉。7月12，南山得10香和矿化鸟粪，白菜撒肥，肥效一夜见。咸味草草一丛置种菜园边，矿洞口遇野猪，阿福武警脱险，赵老抠主动问肥，态度转变中。南山以前有条小路，通着一片果园。你祖母走过，小蜜，小蜜，你快来看！你给我们吃的什么？昨晚根底下暖烘烘的。山金粉，1把抵10把草木灰。没骗，再给点，再给点。回来了。回来了，矿粉和山金粉够用1季了。南山有棵老榆树，根和我的根在地底下连着。他告诉我你去了矿洞。那洞里有野猪，你知道？知道，春天产崽的母野猪凶得很。你下山了，我才放心。阿福在洞口就发现了，他比我先知道。那条老狗跟了你这么多年，下回进山带着它。下回？下个月，果园那边有几棵桃树该嫁接了，你去看看。你祖母当年嫁接过一批，后来没人管，荒了。不过树没那么容易死。我祖母当年为什么要去果园？你那肥还有没有？有是有，分我一半。我说的是找着了分你一半，可当时你说我挖烂泥巴回来当宝。那是之前，你说啥条件？没条件，黑的是补钾的，让菜帮子厚实；白的是补磷紧，1把兑10斤水，浇根不浇叶。你祖母以前也用过这个，那年我白菜老是散帮子，你祖母拿了1擦黑石头粉给我，我当时没要，觉得石头怎么能当肥？后来我的白菜黄了1整季，它的颗颗包得像石头。唉，第2年我去找他要，他说矿洞塌了，进不去了。去南山的事，村长昨天跟我提了，
村里几块远点的旱地水渠都干断了，想让你抬头重新理一遍。水渠是大壮在修，大壮一个人修不过来。行，每家出一个人帮我修渠，修好了，水渠经过谁家地，谁家负责维护。今年冬天之前，我要把水稻田的排灌沟全理出来。别急，水太凉了。不急，等裂了壳，出了芽。7月13，白菜撒肥一夜包心紧实。赵老抠来要肥，告知祖母早年也用此法。村长贴头修灌溉渠，稻种泡水，初闻咳嗽声。小蜜，前几日阿福叼回了那节草根还在不在？我翻了药典，草木经里有一味叫地基，跟你那节草根一模一样，治肺燥咳嗽有奇效。城里药铺子收干货，一斤能卖30文。能，明天带你去山坡上看看。河郎中确认草根为地精，可治肺燥，药铺收1斤30文。明日同往后山坡勘察。木字边笔画相同，缺的那半边到底是什么字？还是想不出来。这水也太凉了，冰死我了！还有这泥硬邦邦的，我根都扎不进去。别气了，他还没醒呢。小蜜，你弟弟找着了。林县在村口井边看见个小孩，就知道盯着水面看。金珠儿，你别骂了，他弟弟找着了，在哪？问他姐姐是不是叫苏小蜜，他抬头了。人呢？还在那边。我说你先回来，给你报个信儿。何叔，骡车借我。水田那边你帮我看一眼，进水口的主管别动，水位别过2指。田里那棵最高的稻苗叫金珠儿，他骂人就让他骂。这水也太凉了，冰死我了。小安，轻的不像一个5岁的孩子。回来了，你弟弟他怎么瘦这样？你赶紧给他弄吃的，田里的事儿不急，今天水温还行，让他多吃点儿。没什么大毛病，就是饿狠了。先喝点米汤，别一下子吃太多，肠胃受不了。这个泡水给他喝，开胃的。不是饿，是认出这个味道了。去年冬天，祖母做过一样的菜，好吃吗？还要，这是他去年跑丢之后说的第1句话。都是你的。找回来了，找回来了。修渠的事儿，赵老抠跟我提了，你怎么想？每家出一个人，修好了，水渠经过谁家地，谁家负责维护。好，这孩子回来就好。修渠那天你多炒2盘菜，明天我再来看看。山楂片记得泡水给他喝。你这白菜闻着比药香。何叔说喝了这个开胃，你也喝。酸的，但心里是甜的。走，姐给你炒第2盘菜。这小孩比他会俗土。你倒是给我个杆儿啊！我自己都快缠自己腿上了。我要架子，我要爬。今天不给我搭架子，我今天就不长了。你们能不能消停点儿？不给我搭架子，我今天就不长了。你们能不能消停点儿？架子要砍竹子，竹子还在后山。那就去砍啊！哦，小蜜姐，她是不是在找东西爬？她都快把自己拧成麻花了。唉，这还差不多。明天我就能爬到第2格，后天到顶。要是肥跟不上，你可别怪我。啊，
连我这样。好吃。你拿山金粉兑水浇白菜了？1把兑10斤水，我想着浓一点见效快，多放了1把。山金粉是矿化的，1把兑10斤水是上限，多了烧根，这白菜根全烧坏了，救不回来。种了40年地，第一次把白菜种死了，用的还是苏小蜜从南山背回来的肥。这3棵还能活，剩下的拔了。你给我的肥，我还把你白菜种死了。肥是我给的，浇没浇到位是我的事儿。这3棵缓过来之前，每天浇1遍清水，别施肥。赵伯，你的韭菜长得可好了。韭菜不用管，割了就能长。我想着这东西皮实，不值得用好肥。所以白菜烧死了，韭菜还是好好的。赵伯，种地不是肥越多越好，你种了40年地，这个道理你应该比我懂。那年你祖母给我送肥，我说石头怎么能当肥，没要。后来我的白菜黄了1整季，它的颗颗包得像石头。隔了这么多年，我还是没学明白。那你现在学明白啦？明白了，以后追肥先问你豆多少。这3棵我每天浇清水，活了算你的，死了算我的。赵伯这回是真服了，这老头终于开窍了。小蜜，上次你给我的金星草，镇上的药铺收了。掌柜说这东西治肺燥咳嗽有奇效，1斤干货能卖30文。他还说有一味药断货半年了，叫金银花，治温病发热离不了它。药铺出价50文1斤，有多少收多少。金银花长什么样？藤本，开黄花白花，花香清甜。就是它，可这位置太险了，我绕到崖底下。不用。别怕，你是谁？苏小蜜，我来带你回去。你在这儿根松了，风再大一点就掉下去了。我知道，以前不这么陡的，后来石头塌了一截，根就露出来了。你能不能快一点？我根有点疼。你这丫头胆子也太大了。谢谢。你身上有股味道。什么味道？泥土味儿，还有好多植物的味道。白菜、黄瓜、水稻，你认识好多人。那是我种的，以后你也住在我家菜园里。我也可以被人种吗？我以为我只能长在悬崖上。可以，以后你就长在我家菜园边，跟咸味草做邻居。好了，以后这儿就是你家。这儿真好，阳光暖暖的，土也软软的。他上次把我从石头缝里抠出来的，你习惯就好。他这个人看见植物就想往家搬。又来新邻居了。先说好，架子这边是我的地盘，你往篱笆那边爬。我不爬架子，我就靠着篱笆长，晒晒太阳就行。对了，掌柜的还给了我这个，说在京城很金贵，叫紫珠，皮薄汁多，让你试试。这藤能活？还有件事，这次去站上，我听人说有人在京城见过一个女人，嘴里念叨着一个林字，可能是谣传，也可能不是。没事，等姐把药材种好，攒够了钱。小蜜，掌柜的亲自来了。断货半年，跑遍4个县都没找着，你这儿居然种活了，有多少收多少，50文1斤，现银结算。这个你也挖到了，草木经理叫盐蒿，治疫病离不了它。城里郎中开方子，1钱盐蒿值3文。当初嚼它只是因为咸，想省盐钱，没想到这东西能治病。不过你这些药材全是野生的吧？金参花是悬崖上挖的，地精草是山坡上采的，盐蒿是石头缝里抠出来的。山里野药材挖一株少一株，你这么挖下去，不出2年就挖绝了。
我不会翻译药材。那就学，这是药谱纪要，里面写了怎么扦插、分株、留种。金花扦插就能活，鸡星草分株来年就能收。你种菜的本事我亲眼见了，种药跟种菜道理一样。小安也会种药啦。小蜜丫头，你种菜能养活一家人，种药能养活一村人，种果树能养活一整个镇子。我听说南山深处有片荒废的果林，有老桃树、李三郎，还有好几棵杏树。果树才是长线，果子能卖鲜果，能做果腹果酒，能入药，桃仁破血，杏仁止咳。你种的黄瓜白菜，镇上人不一定看得上，但你要是能拿出几坛自酿的桃子酒，那个价比药材还高。等果园清理好了，我让何捞之给你带果子。果园？小蜜，修渠的在你田当下面挖出个东西，是不是你一直找的那种？你祖母走之前那年也捡过这种东西，他收在一个木匣子里，后来他走了，木匣子也不见了。你要是能找到那个木匣子，大概就明白了。木匣子，祖母的木匣子。左边分令又多了2个，银珠你别挤我，是你自己往我这边靠的。这东西，这锁是专门为这半块玉打的。婉君被带走那天，你留了地图给我，又叫我别去。你到底想让我去还是不去？那个雨夜母亲被嫁走时，她抱着娘腿不放，被推倒在地，磕伤了后脑勺。从那天起，她就不爱说话。从那天起，她就告诉自己，总有一天要把娘找回来。接应人，不是地点，不是方向，是一个人。祖母在京城附近安排了接应人，但这个人是谁，还在不在？为什么这行字被刻意涂抹过？全是未知。什么叫准备好了？我种了满园的菜，救了满坡的，攒了这么久，还不够。你留了那么多碎片给我，每一片都指向娘，然后你最后告诉我别去。你是不信我能走到京城，还是不信我能活着回来？他怕你没本事走到京城。你爹走了，你娘被带走，你弟摔坏了脑子，他只剩下你了。这片果林我要救活，祖母嫁家过，现在轮到我了。大壮明天来帮你开路，你要去京城那天，村里人送你。他在果园等你。你姓苏？苏小蜜，我祖母。我知道，你祖母当年嫁接过一批新枝，刀口现在还留在东边那根枝上。她走的时候说会有人来，等了10几年，来的不是她，是你。我叫李三郎，不是谁让你叫我李三郎的？我姓李，但不代表可以随便给我起外号。你祖母以前都叫我三郎的，你跟长得算了，你还是叫我李三郎吧。我先说正事，这土太酸了，我的根都快掉了。你祖母以前每年都给我撒草木灰，她走了后没人管，我就这么硬撑着。你能不能先给我撒一把？就你比你祖母手轻，她第一次给我撒灰的时候撒了我1叶子。你跟她长得像，算了，你还是叫我李三郎吧。你每年春天都跟我说今年该有人来了，每年秋天都说再等等。这不是来了吗？等了10几年，不差这一会儿，跑烂了。东边那棵杏树还活着吗？活着，在最里面，年纪最大，不怎么说话。你一直在这里等他？不是等他，是等你。他说会有更年轻的手拿起这把刀。这片果园，我要让它重新结果。果园里有树跟你说话了吗？有，一棵老桃树，一棵李三郎。他们还记得我吗？记得，他们等了10几年。等的就是你托梦告诉我的那片果园。那你明天还去吗？去，藤蔓还没清完，李三缸的土还没松，老桃树棵杏树还没开口。你拿刀来。你让我拿刀要锯哪里？左边第3根枝，从根部锯掉。它吸了我3年养分，没开过一朵花。锯掉你疼不疼？疼，但留着它，我明年还是开不了花。这些虫洞钻进去多久了？3年。后来我不开花了，他们还在。你一直不开口，就由着他们住。你不来，我叫谁去？里面不养了，药泥干了，虫卵全被杀死了。硫磺粉能杀虫喘，草木灰能收敛伤口，粘土把洞口封死，新虫就进不来了。它开了花，可不许抢我蜜蜂。哼，花还没开呢，你急什么？
大壮哥，你刚才听见杏树说话了吗？没听见。那你觉得我在跟谁说话？跟你祖母留下的树，问那么多干嘛？让你不早点来摘，我看了他3天，他就是不往我这边掉。你能不能别什么都眼馋？等我桃子摘完，让苏小蜜多给你撒一把草木灰。这趟去镇上卖个好价钱。当年那个人也想卖桃子，后来没人挑，大半都烂在地里了。哦，这品相，这甜度，周围4个县没一家果园能种出来。我先收20斤，给你这个价，30文1斤。3文。不卖。你听我说完，今年刚遭了旱，周围果园绝收了，就你一家有桃子，我可以提价，但得答应只供我一家。独供可以，价格我来定。蜜桃50文不讲价，晒成桃干酿成酒，价格另算。明年卖桃果园里的李杏子也给你成交。但明年那片果园，不管你种出什么果子，都得先给我看一眼。赵伯，这些背回村里给修渠的人尝鲜，剩下一半给田婶试做桃酱。今天桃子卖了多少钱？够买1匹骡子了。修渠的工钱，翠翠的种钱，给小安扯新衣裳的，攒着进京的盘饭。对，我们一起。给我留20斤。昨天那批桃子我拉到西城，一圈被我抢光了。我出55文，有多少要多少。昨天那批桃酱也是你家的吧？我那杂货铺一罐卖到80，有人排队。别冲我喊，桃子和酱全是清溪谷苏小蜜供的，你们要抢去清溪谷找他。回大人，清溪谷一个叫苏小蜜的姑娘种的，不光蜜桃，她种的白菜、黄水稻全是极品。前阵子还给供我供了一批金荇茶，药铺列掌柜也收。你们刚才这桃酱一罐卖多少？8抢不着。我们哥几从4个县赶过来，天没亮就这排队了，全白跑了。您给评评理。这批桃子和桃酱，司农寺全收了，烦请带路，我要见苏小蜜。大人，这边请。清溪离这儿不远，坐马车半天到。那要是知道司农寺要见他，你们也不必白跑。若那苏小蜜的果园产量足够，司农寺采办之余，可留一部分给本地果商，具体份额等我见了他再议。等我消息。小蜜姐，村口来了个当官的，腰上挂着司农寺牌子，说要找你。孙货郎将你种的蜜桃样品送到了司农寺，寺经大人尝过之后大为赞赏。司农寺正式邀请苏姑娘进京交流农学经验。小蜜姐，我跟你去，你留下。村长，我进京这段时间，果园和菜园都交给翠翠，等我回来，这批蜜桃该熟了。结实。你什么时候修的？上个月，知道你要走。你这丫头走了，谁帮我试酱？你帮我试了那么多回，回回都说婶儿，以后没人说这话了。我教了你们1年，不是帮你们干活的，是让你们自己干。这是祖母的刀，刃口我磨过了，劈接、牙接、靠接，价笔记上都有。后果园里新添的树，你用它来架，我怕我弄不好。老桃树那么老了，树跟人一样，低跟人一样，你真心对他们就听你的。等你回园里的树1棵都不会少，我给你嫁接新的。修渠那天你炒了2盘菜，修完渠你又要走了。村里没什么好东西，这米是今年新碾的，你带上。这单子你拿去，我都背下来了。你那3颗白菜还在我地里，活得挺好。你祖母要是能看到今天，算了，不说了，走吧。土是碱性的，今年旱过之后反碱了，光浇是不行，跟河泥拌在一起，翻进土里。今年补种晚稻还来得及。姑娘，你是种地的？种地的，我家的白菜比镇上的都甜。姑娘，要是真管用，我明年往你家里送新米。你见过他们？车上有个女人在哭，马车挂着林字旗，她手腕上系着一根红绳，车队往京城方向去了。那个女人长什么样？看不清，但她一直在哭。你身上有她的味道。娘被带走那天晚上，也是辆马车，天黑的什么都看不见，我只能听见马蹄声。你那时候才3岁，抱着她腿不放，被人推倒了，磕在门槛上。后来你就不爱说话了。姑娘，这是往京城去，一个人带着孩子。去京城，找我娘。京城最近不太平，皇家园林那边出了事，听说有个被关了好些年的女人不见了。你一个小姑娘带着孩子，路上当心些。不见了？都这么传，也有说是被人劫走的。
也有说是自己跑的。反正园林里现在全是禁卫，进去出来都得搜3遍。你进京城，千万别往园林那边去。园林在哪个方向？哎，城北。不过你打听这个干嘛？坐稳，姐带你去找娘。司农寺每日收到各地城帖不下100份，若无人引荐，姑娘请回。把车挪开，别堵了正门。清溪谷的蜜桃今年日照足，挂果期多晒了3天，比去年更甜。各位叔伯还婶娘尝一口好绝得买，皮薄汁多，生吃都甜，熬成酱不用另外加糖。我叫陈嬷嬷，贵妃娘娘宫里掌膳女官是我主子。娘娘近日食不足正，主子让我四处搜罗开胃果品。你这桃酱比前几日送进宫里那批更好，价钱你定。5罐桃酱，2包桃干，一共1两银子。你在宫里当差几10年了，娘娘的膳食都经我主子之手。过几日会有人来接你进宫。这桃酱是你自己熬的？我种的桃子，我邻居熬的酱。嬷嬷，跟你打听个地方，城北那片园林是什么去处？皇家园林，你可别瞎打听。听说前阵子出了事，有个被关了好些年的女人不见了，可是真的？你打听这个做什么？她是我娘。你听谁说的？进京路上碰见一对商队，园林最深处有个冷香阁，是不是？是冷香馆。他刚被送来那年，我随主子去送过一回冬衣，后来就不让探视了，说皇上有旨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那年冬天特别冷，冷香馆没有炭火，主子回来哭了一宿。这些年没人敢提，守卫换了几批，谁也不准再提。她是我娘。等等，你姓苏，你是她的。这几罐桃酱我带回宫里，娘娘那边有我递话，你等我消息。要等多久？快则3、5日，慢则10天半月。你住哪儿？长安客栈2楼最东边那间，窗口对着街。比上次那批更甜，今年日照足，桃子挂果期多晒了3天。娘娘，您店里这盆兰花，这盆花从去年冬天就开始掉叶子，换了好几个花匠都不管用，你能救？水浇多了，根都快泡烂了。你怎么知道？我能听懂植物说话。这盆兰花刚才跟我说，它的根在水里泡了3个月。眼睛像你娘。你第一次在长安街上揭开桃酱封口的时候，陈嬷嬷跟我说有个姑娘的像永安郡主，我不信。后来我尝了你那罐桃酱，我就知道了，这味道跟你娘当年送我的那罐一模一样。你娘以前兰花跟我是密友，那时候我还只是个才人，她也只是个郡主，我们经常在一起赏兰花品赶酱。后来她被太后带走那天，我去送她，她托我帮她照看你，我找了很久找不到你，后来才知道你被祖母藏在了清溪谷。你为什么不早点找我？你娘不见之后，太后的人盯了我很久，我怕我一动你，太后的人就先找到你。你娘已经被关进去了，我不能再让她的女儿也被关进去。太后为什么关我娘？先帝驾崩后，太后陈政第一个就拿林家开勺。你娘本来可以逃的，她没逃。她说她一走，太后就会拿兰花阁的宫女问罪。她一个人扛下了所有罪名，被关进了冷香馆。这一关就是10年。因为你娘能听懂植物说话，林家世代掌管皇家园林，林家的女儿天生能与草木沟通。这个秘密被太后知道了，她说这是妖术。那年除夕，整个兰花阁的花一夜之间全开了。你娘说是花自己想开的，她只是听了他们的话，没人信她。太后说这不是祥瑞，是妖物作祟。那年冬天特别冷，她把花房里的炭火全让给了那些兰花，自己的手冻的全是冻疮。后来有一年除夕，整个兰花阁的花一夜之间开了，皇上都惊动了。你娘说是花自己想开了，她只是听了他们的话，没人信她。后来她被送进冷香馆，那些兰花再没开过。有一盆没冻死的，她托人送出来给我，就是这盆雪字。送来的时候只有2片叶子，我以为活不了，她活到了现在。我能救她，把烂根剪了，换干土，
伤口敷草木灰，放在通风口晾3天。冷香罐在园林最深处，守卫3个月换一班。你拿着这块令牌，以送御膳的名义进去，时间只能1炷香。1炷香之后，令牌失效，守卫换班。你要是过了时辰还没出来，我保不了你。令牌用完烧掉。娘娘为什么帮我？你娘被带走那晚，我就在场，我没能拦，也没能替她说一句话。这些年每冬天想起冷香馆没有炭火，我都睡不着觉。你娘帮我开过胃，我也得帮你开扇门。你方才说能听懂植物说话，你娘也能。今天的饭送早了。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苏小蜜。我祖母姓沈，我爹是苏大山。祖母死前没告诉我真相，她只留了一本书、一张地图、一句话。实在活不下去了，就去老槐树下坐坐。爹是怎么死的？不是坠崖，是被灭口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能听懂植物说话。林家世代掌管皇家园林，林家的女儿天生能与草木沟通。这个秘密被太后知道了，她说这是妖术。小蜜，你快走，这里不是你能待的地方。娘，这次我不能带你走，我就是来看看你。1炷香之后守卫换车前我要走，我要的不是见你一面，是把你接出去，堂堂正正的接出去。光靠贵妃的人情不够，我需要更大的力量。你打算怎么回清溪谷？我要把果园和菜园扩到能供应整个京城的规模。等农学大典，我要在大会上夺下那块玉笔青铁的匾，有了匾，我就有资格站在枣壕上跟太后面对面说话。到时候我弟联名奏请，皇上准奏，守卫换班，老周交出钥匙，我来接你，走正门。苏姑娘，司礼之前派人去清溪谷请你进京参加农学大典，听说你来了之后被拦在门外了。底下的人不懂事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今天贵妃娘娘又派人送了名帖来，你这面子够大的。说吧，你还有什么要求？老夫能办的都给你办。明年农学大典，我要夺魁，夺了魁，我要站在早朝上跟太后面对面说话。听甄大人说了，你在清溪谷种出来的蜜桃品级极高，宫里供不应求。这3倍订单算是司农厅提前给你的定金。你若明年农学大典夺魁，订单后面再加1个0；若夺不了，3倍订单照样有效。敢在长安街上当着卫兵的面接陶匠封口的人，老夫信得过。这上头写的啥？我就认得一个3字儿。3什么？3斤？3筐？3倍。去年我们供了多少？今年他们要3倍。蜜桃300斤，桃酱100罐，金花茶50斤，够全村忙一整个秋天。这上面的树，咱们一个村种得出来？种不出来，所以要扩。不光我们种，周围几个村子一起种，我们供种子，教技术，统一收，种出来的果子全算清溪谷的货。隔壁石沟村的村长是我老相识，他家那几片坡地荒了好些年了，你要是能教他们种，我去说。石沟村我去教。上次杏树开口那年我就说了，小蜜姐不在的时候，果园归我管。现在小蜜姐回来了，我管隔壁村的。你会嫁加了几个品种？桃接李、杏接桃、苹果接海棠都活了。哼，李三郎嫌我手重，但一颗都没死。晒场不够，仓库也不够，那就扩建。晒场往东扩3丈，仓库在果园旁边新盖一间。你帮我找几个人，木料和工钱从这批定金里出。修渠的时候你也是这么说的，帮我找几个人。后来全村人都来了。300斤蜜桃，100罐桃酱，50斤金魂花茶，够忙一整个秋天。等这批货交完，姐就进京拿那块匾，拿到了匾，娘就能回来了。你听见没？3倍！他刚回村就要我们结3倍的果子。老桃叔，你说句话呀！我听见了，当年那个人也想扩产，没人帮他挑担子，现在有人挑了。别吵了，明天开始扩产。木料已搬过去了。这土能种活吗？苏姑娘，老村长把订货单给我看了，300斤蜜桃，我们石沟村能种多少？
土比清溪谷的瘦，但排水好，种桃子合适。你们村这面坡开出来能种200棵，你们村这面坡开出来能种200棵，今年先种100棵。苗我那边育好了，翠翠带过来。桃树3年挂果，头2年树下套种金银花，当年就能卖钱。那价钱？种免费，技术免费。果子收成后统一按市价收购，品性好的进司农寺，品评次的做桃酱桃干，没有浪费的。但有一个条件，你们村的果子打清溪谷的招牌，包装、品级、定价全按我定的标准来。这苗怎么种？我以前只种过苞谷。你叫什么？阿秀。阿秀，你看，坑深1尺半，间距1丈，挖浅了根扎不稳，冬天一风全倒；挖深了根泡在水里会烂。你挖一个我看看。行，记住这个深度，以后每一颗都按这个来。剪枝和嫁接我待会儿教。你先把坑挖熟练，我在你们村待3天，走之前你得学会劈接。劈接学会了，以后果园里新添的树你都能自己接。这仓库能装多少？300斤桃干，100罐桃酱，50斤金银花茶，正好够司农书的订单。那明年呢？明年再翻3倍怎么办？再盖一间，地方不够往山上扩。看什么看？修渠的时候老子也是第一个举手报名的，现在扩仓库老子能落后？你锯你的木头，我来搬料。你画了多少个了？300斤麦桃，100罐桃酱，够装满这个新仓库，够交司农的订单，够攒够下次进京的盘缠。等这批货交完，姐就进京拿那块匾，拿到了匾，娘就能回来了。石沟村的人学会挖坑了没？别到时候把我的种苗坑死了。一颗没死，阿秀挖的坑比你还标准。你能不能消停点儿？人家阿成才第1天学，你第1天扎根的时候，差点把自己缠死在野藤上。那是野藤藤先动的手。再说那都是10几年前的事儿了。小蜜，你笑什么笑？各位大人，我今天展示2样东西。第一样，盐碱地改良。去年大旱过后繁衍，官道2旁麦田全枯了，我用草木灰拌河泥翻进土里，当年补种晚稻活了。什么比例拌的？3份草木灰，1份河泥，拌匀后晾3天再翻进土里，必须在晴天翻，雨天反潮会烧根。第二样，批换法。这节枯枝是老桃树上锯下来的病枝，这株野苗是南山深处挖的野桃苗，我用劈好把它们接在一起。半个月后，这株野苗会在枯枝上生根，一棵树上有2种桃子的基因，产量翻倍，抗病翻倍。批化法在果树上确实有用，但你拿什么证明它能在粮食作物上也奏效？今天是农学大典，各地送来的稻种麦种不下100种，你要是能把批接用在庄稼上，老夫就服你。精准阵营细型批接，是水稻分性批接，一批水稻多结2株分性，亩产至少长2成。永安郡主当年跟朕说过，他可以把南山最野的桃苗接在皇家园林最老的桃树上。朕没信过他。你比你娘厉害，你娘只会种花，你会种粮食。苏小蜜所成盐碱地改良法与水稻分并批法，着司农寺烙入农典，颁行各州县。苏小蜜本人赐司农寺少卿正4品，专督北境军屯牛市，其所种果品准职工御膳房。这块匾是朕欠你母亲的。你不好奇你娘是怎么从兰花阁女官变成清溪谷农妇的吗？那是朕这辈子做的最错的一件事。先帝将她指婚给太后的侄子，他来找朕，说一起去南山种果树，朕没答应。朕放不下这把龙椅。崴了？这株野桃苗给你，种活了，那片地就归你。
从今天起，我不再是永安郡主，只是南山脚下一个种花的农妇。这是活撒花玉的，敷2天就能飘种。你从哪儿来的？这条路平时没人走。京城，我走了1夜。你呢？清溪谷，家里2亩旱地，平时种点药材，农闲时进山采药。你要去哪儿？不知道，哪里能种花就去哪里。那片山坡向阳，土虽然瘦，但排水好。以前有人在那里种过果树，后来荒了。你要是会种花，那片地也能种。那片地有名字，南山果园。以前有个老人在那里种了几棵桃树，后来老人死了，树还活着。你一个人种不了那片地，我可以帮你。我今天挖了株野桃苗，正好要带回去下街。我叫苏大山，你叫什么？我等你到天亮。林婉君，走吧。你的脚还没消肿，走不了那么远。你不是说要帮我种那片地吗？这株野桃苗给你，种活了，那片地就归你。从今天起，我不再是永安郡主，只是南山脚下一个种花的农妇。那个药农是我爹，那棵桃树现在还活着，那棵桃树现在还活着，就是老桃树。你后来后悔过吗？在我娘被关进冷香关的时候，在我弟被人往门槛上砸的时候。你娘的事，朕欠你一个交代。当年太后说她病逝，朕信了。后来隐约听说冷香馆关了人，朕没查，不是不想查，是不敢查。查了，后宫要乱，边境在打仗，朝堂不能再乱。朕不是一个好皇帝。皇上叫我来，不只是为了说这个吧？北境连年战乱，后方粮草跟不上，30万大军等米下锅，沿途百姓自己都吃不饱。黄萧属地的田产荒了好些年，种不出粮食。朕想让你去北境，把荒地重新种起来，封你为司农司少卿，正4品，专督北境军屯农事。可以，但我有3个条件。第一，给我1000亩良田做试验田，育种期间所有收成归我，赚多少我说了算。第二，恢复我娘永安郡主的封号，林家罪名全部撤销。第三，1000亩农田上的士兵归我指挥，怎么种，什么时候种，种什么品种，全听我的。第2条，朕做不到。放你娘出冷香馆，朕可以下旨，但恢复郡主封号、撤销离林家罪名，这2件事必须太后点头。太后的手攥了后宫几10年，朕下了旨，她可以不盖印，没盖印的圣旨就是一张废纸。朕不是一个好皇帝，但朕也不想骗你。你要的那3个条件，朕只能做到2个：1000亩良田，朕给；你娘的封号，朕得跟太后在朝堂上争。那皇上打算怎么办？早朝，朕会让司农司把你的奏请当众递上来。太后坐在珠帘后面，朕不能替你开口骂她，但朕可以替你压住满朝文武的嘴，让太后必须亲口回答你的话。朕能做的就是给你这个站在她面前的机会，剩下的你自己来。够了，剩下的我自己来。娘娘说你一定会赢，连皇上都亲自提了匾。你在台上提冷香罐的时候，太后的人就在下面听着。你前脚出司农院，后脚消息就送进后宫了。接下来太后不会让你好过的。10天，匾拿到了，接下来早朝见。农学典范4个字，是皇上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写的，太后想压也压不住。这块匾，就是撞开冷香馆铁门的最后一枚筹码。这是贵妃娘娘直宫的批文，你要我做什么？户部挂名，司农司订单走你这边入账，3家果铺货源我包了，条件是10天后早朝，你帮司农订第1份奏请。什么奏请？查验冷香馆存粮，御膳房会一起联名。你怎么知道那个地方？我娘在里面关了好些年了，冷香馆没有炭火，她手上的冻疮每年冬天都会裂开，我要把它揭出来。10天后早朝奏请我弟，但把你娘接出来后，她那间屋子里的冻疮药方给我1份。我妻子也有冻疮。传苏小蜜。清溪谷农师苏小蜜，
请皇上准奏。冷香馆乃皇家禁地，关押之人乃先帝钦定。你一个民间农女，凭一块匾就想擅闯禁地？太后娘娘，我娘犯的是哪条律法？定罪的文书在哪儿？这是我娘被带走那天摔碎的，一块她藏在身上，一块我在地里挖了10几年。我娘被关了20年，没有定罪文书，没有审判，只有太后一句妖术。司农寺存档可查，内务部存档可查，刑部存档也可查，三司存档随便调一份出来，只要有林婉君3个字和先帝御笔朱批，臣女当场撕了这块匾，永世不进京。好一张利嘴！你娘当年跪在这里只会哭，你倒是比她多了几分骨气。你说你能听懂植物说话，你说会种花不是妖术，那就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把这盆牡丹绣活，复活了，哀家就信你；就不活，妖术之名就算没有文书，哀家也能再治你的罪。苏小蜜，臣女愿意。根喘不过气，土里有东西缠着我。这盆牡丹不是病了，是被人害了。有人往土里钉了一枚铁钉，铁锈堵住了根须吸收水分的孔隙，根烂了，花就开不了。铁钉拔了，烂根剪了，虫皮刮了，给它3天，它自己会开。冷香馆的事哀家不管了，皇上自己看着办。准奏。慢着，臣女还有一事不明，需太后解答。太后说我娘是妖物，那我爹呢？我爹不会种花，不会嫁接，听不懂植物说话。他只是个进山采药的药农，他是被谁害的？我爹走的那天，我娘被架上了马车，我弟被人拎起来往门槛上砸。他才2岁，血脑子被磕坏了。那些人穿着黑衣服，拿着太后的令牌。我爹是人，不是妖。哪条律法规定太后的人害了人不用偿命？你爹的事，哀家不知道。那太后知不知道？我爹的安葬之处现在连块碑都没有。我娘在冷香馆关了6年，每年冬天手上的冻疮都会裂开。没有炭火，没有药，没有一个人探视。太后说她不知道，先帝钦定的旨意没有文书，太后的人害了我爹，没有凶手。冷香馆关了6年，没有人知道。太后什么都不知道。这株野兰花是从冷香馆外墙石缝里长出来的。太后她是妖物，命人连根铲了。臣女今天把这节烂根带到大殿上，就是想问太后一句：石缝里长出来的花和人心里长出来的怨恨，到底哪个才是妖物？苏大山之事，着刑部重查，冷香馆旧案一并彻查。让我说完。太后，你是不是恨得我牙痒痒，也想把我嘎了，或者把我关起来？太后，你不敢嘎我。边境在打仗，30万大军等米下锅。今年大旱刚过，南方稻种还没着落。北境军屯田荒了好些年，户部天天递折子催粮，这满朝上下能改良盐碱地的是我，能让一株枯枝结出2种果子的是我，能在北境荒地上种出玉米的是我。太后嘎了我，谁去北境种地？谁去南方遇道？谁替太后稳务户部那本越来越薄的粮磬？太后忍了我今天在大殿上说的每一句话，不是因为你大度，是因为你没办法。你害了我爹，他的女儿站在大殿上替他讨公道。你说林家满门妖术，我现在是皇上亲封的正4品司农4少卿，你一样都拦不住。今天我把话放在这里，我娘受的冻疮，我弟被砸伤的后脑勺，我爹命，这些账我不会忘。但我不急，太后也不急，
边境的战事急，等我替皇上喂饱了边境的30万大军，等我替户部填平了粮秸上的缺口，等这天下不再有人饿肚子，太后，到时候咱们再算账。冷香馆的事，哀家不管了。皇上，臣女告退。北境的1000亩荒地还在等我开垦，臣女明日就动身。等我种完了北境的地，再回来跟太后慢慢聊。听说皇上封你当官了，4品大还是7品大？4品比7品大，正4品比县太爷还大。司农司少卿，专督北境军屯农事。这不光是个官衔，是让你去管千军万马的粮食。你一个人去？翠翠、大壮、赵博，你们3个跟我走。翠翠管育苗，大壮管灌溉，赵博管施肥。老村长帮我在村里招人，会种稷的都要。北境那边的荒地荒了好些年，土壤板结，排水不畅，得从头改。翠翠，你在北境带20个士兵，从进种开始教，1个月内学会育秧。大壮，1000亩良田的灌溉渠全得重新挖，那边的地比咱们村硬，你得带人先翻土再开渠。赵博，肥料配比按北境的土整重新调，那边的土偏碱，草木灰的比例要降。那还等什么？修渠的时候老子第一个举手，现在去北境老子能落后？你留在家里陪娘，娘刚回来，她一个人在老宅会害怕。你每天带她去菜园，白菜认识她，黄瓜藤认识她，老桃树认识她。她以前能听见所有植物说话，被关了太久，可能不太会听了。你帮她。明天出发，1000亩良田，以前只想填满家里的空米缸，后来想填满1村的菜篮子，现在要填满30万人的饭碗。现在山谷种满了，该去种更远的地方了。你们以前拿的是刀，现在拿的是锄头。刀能伤人，地能养人。北定天寒，水稻种不活，但玉米能活。玉米耐旱，生长期短，最适合北境的天气。从今天起，你们就是我的兵，种玉米的兵。翠翠管育苗，大壮管灌溉，赵博管施肥。南方杂交水稻的稻种我也带来了，但那是给你们带回老家种的。北境的田里只种玉米，听明白没有？你叫什么？刘大柱。苏姑娘，我们以前拿的是刀，现在拿锄头，这锄头比刀还沉。你老家是哪儿的？南边，家里2亩水田，去年大旱全枯了。我娘托人捎信说今年又没粮，我才来当兵的。刘大柱家里2亩水田，去年旱了，今年又旱了。你们谁家里还有地的，举下手。北境的田里只种玉米，但南方杂有水稻的稻种我带来了。这批稻种叫金珠儿，不怕旱，不怕碱，不怕风吹。你们在北境种玉米，收成归军屯粮康。明年你们每个人都能领到稻种，带回华乡。南边的水田能种，北边的旱地也能种，但先得把这片玉米种出来。种不出来，谁都别想回家。种就种！这边的土虽然硬，但日照长，温差大，玉米比南边甜。明年留种再选一轮，产量还能涨2成。比馍馍甜。苏姑娘，我娘说金家家里有粮了，不用我往家寄军饷了。她让你过年去我家吃新米。告诉你娘，这批新稻种比去年更耐旱，南边的旱地也能种。让你娘留2亩地，等我送新种过去。小蜜姐，你这记性比司农司的账本还厚。这些兵跟咱们种了1年的玉米，他们家里有几亩田，几个人，种什么品种，我不光要记，还要帮他们把种子带回去。这蛐蛐腿比玉米稀还歪。明年我编个好的。这一批叫金珠3代，比去年批更耐旱，穗子更沉。谁去年种过金珠2代的，收成怎么样？姑娘，
我就是去年从刘大柱手里拿的种子。我家2亩水田，往年顶多收300斤，去年收了500斤。今年我把隔壁3家的田全包了。姑娘，你这次带了多少种子？够你们全村种。别急，别急，别急的别急。去年我在北京种玉米的时候比你们还急。苏姑娘说了，种子管够。水温正好，泥也软硬适中，这批苗根扎的比去年深。你看这穗子，比北京那批金珠2代还多结了10几粒。他说水根好，这批苗比去年那批话少。去年那批天天嫌水凉，金珠儿如果在的话，大概还是会挑剔水温不够暖，然后偷偷把根往更深处扎。这批都是他的后代，穗子比他还沉，脾气也比他好。苏姑娘，这穗子比我去年在北京种的玉米棒子还沉。我娘说让你今年一定去我家吃新米，她去年等了你1年。告诉你娘，今年一定去。这片田的稻子我全要了，留一半做明年种子，另一半碾成米，分给沿途还在等稻种的村子。我明年要种到更南边去。姑娘，你去年说这批种子够我们全村种，今年我们全村不光吃饱了，还交了公粮，多余的稻子卖了钱，村里修了新水渠。明年我要把杂交水稻种到更南去，那边还有2个州的荒地没开，你们谁跟我去？行，明年开春带上你们的镰刀，咱们继续往南种。这批桃100连贯，这批桃浆我要100罐。去年那批在京城卖断了货，今年我先交定金，谁也别跟我抢。你去年也是这么说的，结果贵妃宫里多订了50罐，全从你那边扣，今年我先付。3年前你蹲在菜橇边儿，跟我说白菜3文1斤，现在我管着3个村的肥料配比。石沟村的阿秀昨天还问我，玉米追肥要不要再多加1成草木灰。赵伯，苏姑娘说了，玉米追肥不用加。但南边新开那片稻田要挑，那边土酸，草木灰的比例要降半成。听见没？这账算得比我还精。听说我的曾孙女在南边破了我的记录，1岁结了280粒，我不信。让送稻种的兵给我带1岁回来，我要亲自数。你自己去年才结了220粒，你曾孙女比你厉害。那是北京日照长，又不是他自己的本事。你最厉害，行了吧？没有你当年在清溪谷挑剔水温，就没有金珠2代、3代、4代。你是老祖宗，老祖宗别生气啦。待会儿让翠翠多给你追半瓢豆饼水。阿秀，这批李子什么时候摘？我枝条都快压断了。你看看这果子，比去年重了至少3成。你育苗的时候是不是多施了什么？没多施，这批是去年新嫁家的品种，苏姑娘从北境带回来的枝条。那边的李子耐寒，跟你这棵南方的李子树一大街，果子就又大又甜。你忍忍，明天就摘。北境的枝条，我是清溪谷的李子，你把北境的野枝条往我身上接，经过我同意了吗？你都结了3年了，今年才发现。你去年结的果子也是北境枝条上的。你说甜，忘了。苏姑娘，今年的蛐蛐编得比去年好吧？我媳妇儿说我编蛐的手艺比种玉米还强。你以后还来吗？每年收割的时候我来，不来看玉米，来看你们。姑娘，今年我们3个村
全中了金猪4代！多余的公粮交了之后，每家还有余粮，孩子们冬天不用饿着肚子去上学堂了。明年我要种到更南边去，那边还有几个州的荒地没开。你帮我跟沿途的村长说，谁要金猪5代稻种，明年开冲在官道等我。娘，姐说后天到家。让你姐看看，这盆雪素兰又开花了。她上次回来的时候还是花苞。3年前大旱，这丫头站在龙王庙前说地下有水，你们谁信过她？现在咱们村不光有水有粮，有果园有玉米地，咱们的稻种到了南方，种到了北境，种到了全国。这丫头当年说把山谷种满，现在不光山谷种满了，全国的荒地都快被她种满了。我不会喝酒，但这碗我还是干了。现在娘回来了，小安会说话了，翠翠能管一个州了，阿秀管着一个果园了，大壮的灌溉渠已经修到了北境和南方。这碗酒敬你们，敬所有帮我一起种地的人。3年了，酒量一点没涨。姐，比去年好。腿还是歪的，明年更好。你小时候刚来的时候，跟你祖母坐在树下，你问他这棵树活了多久，他说他小时候这棵树就在，他祖母小时候这棵树也在，现在老槐树还在睡，但他知道你把山谷种满了，也种到了更远的地方。祖母说地不会死，它只是睡着了。总得有个人把他叫醒，我叫醒了他，又叫醒了北京的地，南方的地。现在没有地要唤醒了，大家都醒着，都在。所有人都叫我首富，但真正富可敌国的，从来不是钱，是北境1000亩良田上金黄的玉米杆，是南方稻田里沉甸甸的金猪4代稻穗。你来了，你的野桃苗，我种活了。我们的女儿用这把刀救了整片果园。我们的儿子会画圆了，他画的比谁都圆。种活了，那片地就归你。从今往后，他走过的每一寸土地都会开花，他再也不必一个人走夜路了。所有花都在等这一天，这一天终于来了。